夫人出场了，而且我做了一个很可怕的安排，就是我要先请夫人出来。他第一次上节目，哎，他一定吓死了。因为我想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夫人，然后如果还不知道先生是谁的话，可以从夫人的身上判断一些蛛丝马迹，就说哎，这是谁的太太啊？他怎么会这样讲他先生啊？这样，然后再让先生出来啊。这位太太叫做 Penny， 好，我们欢迎 Penny 出场。Hello，S 姐，康永哥好 ，Penny 你好，欢迎。谢。我知道你在后面很你在后面很不安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好紧张。你很紧张吗？你现在是什么状态？是在冒汗还是在？就是心跳正常吗？很快。有想抖吗？就是快吐了。可是我们私下见过那么多次面呢。就是私下很放松啊。哦。就趁他先生还没有出来的时候，先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，就是没有结婚前，你是你先生的粉丝吗？你崇拜他吗？以前我喜欢他的歌，可是没有崇拜。你有去过他的演唱会吗？有花钱买票去过演唱会是不是？对，买专辑算吗？你有花钱买过他专辑吗？但是没有花钱买票去看演唱会。对，我没有哎。哦，你是跟这位先生结婚之后才见到了其他的明星们本人吗？对，算是。包括见到了王力宏本人。对。那你婚前有花钱买票去听过王力宏的演唱会吗？没有，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好像很喜欢看演唱会的人。我觉得我啦，所以即使周杰伦的你也没看过哦？有看。你有看周杰伦的 ？Why？ 因为是有一个好姐妹非常喜欢周杰伦，她就让我陪。你得罪他了，你得罪他了。得罪门后面那个人吗？对。哦，所以周杰伦那个票是你们自己花钱买的吗？就对啊。但是我老公演唱会真的很好看呢。你又没去看。我说现在。你现在看着他的脸，还会觉得他帅吗？帅啊。怎么样？你的表情你表情很失礼耶，徐丽。你是说你还没有看他看腻哦？我觉得我还好，可能他常常不在家吧。这样小别胜新婚的意思。他如果这样牵你手，或者这样抱住你，你还会有那种就是小女孩那种兴奋感吗？就是有时候会觉得说 leave me alone 这样子。我懂。比方说刚刚要走出这个门之前，他不会在后面这样环抱住。有，他刚刚就这样子在我肩膀这样子，哎，不要紧张这样子。你就说 leave me alone。我倒是没有，我很需要，我现在很需要他。然后我们是不是很有把握？今天都是太太讲先生的坏话，轮不到先生讲太太的坏话。真的，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可以给他讲。但我个性比较急，就是比较容易被激怒或什么的。有比他会更容易被激怒吗？其实他 EQ 很高哎，他其实，在就是遇到比如说不开心的事情，他是会很冷静。然后因为他以前来上我们节目，我们感觉他是一个很火爆、爱讲道理的人。他非常爱讲道理。他现在这个坏习惯还没改掉。只是更长。Oh my god！ 结婚7年，你要听那么多大道理？天天在我耳边在念说，对不起，怎么样？可不可以讲一件好事？就在他出来前讲，你现在有没有一件可以讲的？有啦，他明白直爽的好事。就是他很顾家啊，这是真的，他真的很顾家，然后非常 care 小朋友。他现在身材还是那么好吗？因为他蛮自律的，他都会运动，对，哇，没有停止过，这很厉害耶！结婚后，那他现在粉有越来越厚吗？你这样，他等下出来会不会很紧张啊？你干嘛问这一题啦？因为他以前上我们节目的时候，好像那个年纪还不需要化太厚的妆啊。你等下自己用眼睛看好不好？好，我觉得我们已经整他够久了吧？好，我们要欢迎这位明星出场了，欢迎他先生出来。欢迎陶喆，谢谢 ，Hello， 嗨，好久不见，嗨，欢迎海勇哥，好久不见，对不起，我们刚刚趁着你不在的时候讲一些你的事情。我后面有隐隐约约听到一点啦，因为后面不是很清楚。就说你废话连篇，很爱讲大道理。我听到有很多笑声，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有称赞你的话，说你很顾家 ，OK， 然后说你很在乎孩子，然后好像说现在粉用的越来越厚。粉吗？你说我的粉吗？自己讲的，我们都没有讲这件事情，你干嘛？是你化妆师跟我讲的啦。是吗？我的粉今天还好吧？有吗？有很厚吗？我觉得还蛮厚的。
许昕，你们的光有问题人。家你老婆来宾很敬业，才帮我们化很好的妆啊。好了，但很帅啦，哦，谢谢。可是很像蜡像。真的吗？他蜡像都来了，不要再讲。好，我们要问一个不可解的事情是，以前陶喆都挡住别的节目邀约他太太，哎，为什么其实为什么这一次要答应啊？其实确实是有，在这几年，公司也有问过我，那我就一直觉得她其实是一个真的比较内向的一个女生，她不太会跟人家社交，她比较有时候我就会跟她说，哎，我说你可以，比如说，哎，找一下 S 姐啊，什么什么，然后吃饭啊这样，所以那我觉得她可以在他们的身上学到很多东西，比如说，你希望她学什么？哎，为什么要学别人身上的东西？像你呀，就做好妈妈呀。你怎么知道我是好妈妈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也不知道。你是。真的，所以我觉得其实希望他可以有多一些见识。他是一个就是很，我觉得好严格哦。就是他希望太太出去跟他做朋友是学到一些东西。你就不能让你拍？他为什么不能认识一些很垃圾的人，然后做一些很垃圾的事情？当然，在这个当中，他可能也会学到一些不好的东西，比如说买东西啊、购物啊。购物没有不好，真的吗？购物不好吗？购物很好啊。我是不喜欢购物。对，我就欣赏你这一点。对，要会购物，就不用乱买嘛。还是要买东西啊。所以你是说他去聚会的时候学到了购物这个恶习吗？当然不是说那种奢侈品，或者说那些东西了。其实他也会买很多家里面的东西，比如他会知道说，哎，这个东西比如说这个什么特别的这个机器特别适合小孩子啊，对不对？或他可能会真的什么机器适合小孩？就是比如说一些消毒的机器啊，或者一些什么食物调理机，把小孩放进去，然后会自动喷洒那个对消毒，这还得了？好，他们很慷慨的拍摄他们在家里给我们看，我们等下可以一起来观赏。好，欢迎两位，请坐。谢谢。我在想，明星先生让太太来上节目，是不是夫妻生活进行到一个程度，实在沉闷到一个地步就是已经没有新鲜的话题可以聊了，就制造一点话题。对，所以如果今天来了以后讲出一些不该讲的话来，回去就有新的东西可以吵一下。对，可他们小孩才1岁，他们一定有很多东西可以讲。小孩1岁还很小哎，很小，就是照理说你们应该还在很忙碌的状态啊。对，其实真的蛮忙碌的，但因为我们那个时候，其实我觉得我们可能认识了一段时间，我们没有那么急，说一定要马上要生小孩。可能那时候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希望说，当然我年纪比较大了，对，那我也不希望说给 Penny 压力，说哎马上我们就要生小孩，否则他会觉得说这样子我们没有我们的一个自己的时间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等了，对不对？过了多少年之后，我们才说，哎，4、5年之后我们才决定生第一胎这样。陶喆作为一个音乐圈的偶像，其实讲话还蛮勇敢的耶。就是我看到他那个PO 自己的照片出来的时候，他会说这一群年过半百的大叔，他愿意让年过半百这4个字发生在自己身上，这很勇敢呢。你不在乎吗？我真的觉得还好，我没有所谓的。我应该还好吧，我没有什么偶包吧，对不对？真的没有吧？那你在家会穿得很邋遢吗？你是说4角内裤拉到很高的地方那种吗？就是只穿个4角内裤，然后可能那个已经穿很旧的那种很垮的 T 恤，会，但是因为家里有阿姨啊什么的，所以也不能穿得太那个嘛。哎，我真的对你们的婚姻生活还蛮好奇的，我想知道一些事，而且今天拍到了你们住的地方，是。好，我们来播出第一段影片。现在要介绍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家的客厅，然后我们还没生小孩的时候呢，我们很喜欢晚上在这边看电影，因为 David 有一个很奇怪的癖好，就是他很喜欢在半夜前看很多恐怖片，然后我就是想要陪他，但是呢，我又很害怕不敢看，那我就会一直滑手机。然后呢，他这个时候就会把电影停下来，就会转头告诉我说：“你到底是要看电影还是要玩手机？”然后我就会乖乖的，就是把手机放在旁边。其实我们客厅有一个桌子啦，就是很漂亮的桌子，玻璃桌。但是因为Bono在桌，因为他开始会要爬要走的时候，我们就把桌子搬走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吃宵夜的地方，就是变成这个小桌子。有点困难，但是在床上吃吗？还是蹲在地上吃吗？蹲在地上就地而坐，这样。
好，我现在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家很占空间的东西，叫做种植物的灯。就是当时 David 就异想天开，想要在家里种很多，比如说迷迭香啊、9层塔什么的，然后试图要用这个灯让它长得很快。照灯啊，现在就是废弃在这边，然后一直都没有用，非常的占空间。虽然说它这个很占空间，但是我也就是想说跟它拼一下，所以我也就是有一只很大的熊在那边。这个才荒谬吧？是大到那太大了吧？大到不合理啊！大家就把这个阳台弄得很热闹。那我现在要为大家就是介绍一下，就是我生日的时候他送我的第一份礼物，就是这个经典的那个包包。然后呢，它很好看，但是它真的有如千斤重，所以当我收完之后，我就很开心，但是它就永远就躺在我的衣柜里面，因为它真的太重，因为女生包包东西真的很多，真的很重。那我现在来介绍这个空间呢，就是它其实现在是我儿子的房间，但是他以前呢是 David 的音乐工作室，然后他现在已经变成就是我儿子的，比如说很多娃娃啊，然后有地垫啊，然后呢，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高级的跑车，我觉得这台车真的很酷，它是真的可以开，然后还可以放音乐，然后还有什么打档啊之类的，我觉得这个车很酷，也是我很好的朋友送的。1岁已经可以玩那个了吗1岁应该不会玩吧？哦，这是我生完小孩之后回到家，然后收到的其中一个礼物是侯佩岑送给我的。他其实送我很多很多东西，但是我觉得这好实用哦，就是它是俗称的尿布台啦，然后它换尿布其实很方便，尤其是对新生儿来说，就是腰比较不会酸，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用的。然后下面都可以放很多置物东西，但是大一点就是不要在上面，怕小朋友乱动，万一摔下来就比较危险这样子。尿布台，尿布台其实根本就可以不用买，哎真的啊，就这张桌子就可以换尿布吧？ ，anywhere 都可以换尿布。那个是侯佩岑送我们的，那是一个多珍贵的东西，你这样怎么可以说侯佩岑送我们的东西是不重要的？侯佩岑一定是体会到它没有用，他才把它送给你啊！哦，是这样子吗？这应该是2手货。没有啦，轩轩难怪不太稳，有点摇来摇，有点晃。哎，等到你们不用换尿布，你们会送给别人吧？不会，因为我要继续生啊，哎，对，就继续留着。什么漂亮？我觉得其实很棒，这句话是怎么讲？就是我们要再生第2胎，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很好，不要再买，对啊，就是可以省一点钱。所以你是在鼓励他想生孩子的想法，还是说鼓励他节省的心情？我觉得都应该当然是希望可以有第2胎了。是那这些东西你们现在有在努力当中，是不是？对，应该是有。他是还希望说想要再等一下下。你讲这句话，我们脑中就会有画面啊！你干嘛问这一题啊？没有，我就想说，有些人会可能说半年后啊，或什么的。不是夫妻会回来说，哦，我们已经不努力了，就算了吗？停工吗？哎，所以 Penny 生小孩这件事情的速度也是婚前就讨论的吗？对，其实我们一直都想要先2人世界嘛，然后4、5年就觉得，哎，差不多好像开始可以生小孩，我觉得一直都是是我们4、5年是就差不多2个人已经没话聊到极点了，是不是？就差不多可以生个小孩来，就是有新话题这样子。是这种感觉吗？对啊，其实我很崇拜你哎，我觉得生下3个小孩子的妈妈，我都很崇拜，觉得很时髦。不是三个就时髦，是不很是？时髦哎，3个小孩。其实你在他心目中的地位，就跟全世界生过3个小孩的女人都一样。你走在路上，只要看到任何一个女人牵着3个小孩，我觉得很说 Oh 崇 my 拜 God，fashionable。为什么？我就觉得其实两个不时髦吗？因为照顾一个小孩真的不容易，然后再经过3个生产跟3次怀孕，真的很累。那生4个时不时髦？我觉得可能有点疯吧。我觉得3个真的是蛮刚好的啦。我有读到他们说，夫人在生的时候是上半身是清醒的。对，你知道这件事吗？产妇可以上半身清醒，下半身麻醉。哦，你不知道这件事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直男不知道，真的啊，你听到也觉得很恐怖吗？上半身是上半身清醒可以跟你聊天对哦，然后下半身正在就是生孩子。丈夫可以握着你的手，然后就是跟你说不要怕，不要怕，然后下面就是一拉扯，然后连
你视觉上怎么处理才不会知道？它就是一块布一块这样把你布啦盖住，看不见然后这边是肚子在剖腹，对对对然后这边就是跟老公和姐姐聊天。哎，所以可以看电影哎，那个时间只可以看短视频，很快的，很快吗？当你在手术台上的时候，你不会有时间的概念，对，因为你在那边还是紧张。所以你在里面的时候很紧张。我不紧张，但是他很紧张，然后是有一个，那我什么都看得到。对，因为他连来上节目都想吐的话，他那个时候一定紧张死紧张，我还好，我还好。紧张。我很紧张哎，因为我好怕宝宝健不健康啊什么这一所以类的。陶喆干嘛要选择进去啊？他那时候会给你2个选择，一个是我在这边。一个是你在另外一边，你可以穿好了所有的那些隔离衣，然后你要拍。但我说拍就有点太多了，我觉得那个就不要了。因为也不会拿出来看呐，太可怕了。有时候睡觉前可能看一下这样子，很恐怖。对，再放个音我乐。有拍过，然后看真的是觉得哦不行，你会建议先生不要看，对不对？我就说随便你要不要看。然后因为是大 S 也陪我进去，然后大 S 就是全程就是看得很仔细。他说因为他很怕那个医生把什么东西不小心掉在肚子里面，然后就缝起来了。所以他是去手盯机吗？他去盯场的。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空间是陶老师本来的音乐空间。对对对。本来是很酷的，有那些什么录音。本来其实是2个房间，然后这个比较靠右边的那一半是我的，真正就是我的创作的地方，我写歌的地方。我在那边做了很多张专辑，然后现在整个变成是儿子。就现在就变，但我觉得也 OK， 因为那个时候我也跟Penny 说，我说其实因为我现在的工作室啊，在公司嘛，有时候如果你可以离开家里面去公司工作，其实你可以更专注、有一种更专心。逃离的感觉。逃离这个家的感觉，也不是逃离这个家了，就是可能有自己的一个空间了，这几个空间去，所以反而是好事。对对对，反而是好事。不，他刚刚说 Penny 的时候迟疑了一下，让我担心会不会叫错太太的名字。你现在还会出这种错吗？没有了，因为我很少，现在我以前也没有，就是因为我其实不叫他叫 Penny， 通常你叫他什么？一个就是叫江江，我刚认识他，因为他姓江哦，所以我叫他江江。江江，对对对。然后还有什么？或者就是宝贝、爸比，爸比，就是把握的那个把，然后鼻子的那个鼻。对对对，所以 Penny 叫先生就叫 David。没有，我也是叫就是 baby 比较多。没有啦，你叫我叫皮啦，老皮啦。对，就是因为他有一次要传讯息给我，他要传老婆嘛，就后来因为他有点喝懵了，然后他就打成老皮，然后所以以后我就从此之后我就叫他老皮这样子了。老皮对。喝懵还会传讯息给太太，很感人。就要说要回家啊什么之类的。我老公也会啊 ，Baby on the way。是你催他了大概40通电话以后吗？我从不催的，我都会打去说 Baby， 你大概还要多久？他说这就是催啊，这他就说大概6小时，大概半小时。我说哈，我说你要不要再晚一下，这样我可以去我邻居家喝个酒还什么的，不要太早回来。我说你不要太早回来。他说可是我已经有点醉了。我说那你趁这个机会再多追几杯嘛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人。你希望先生在外面混久一点，因为如果他真的就不在的话，我就可以跟姐妹一起玩一下。其实如果走不下去就算了。已经有3个孩子，真的是很难呐。哎，他们快满7年了。其实我们在一起8年了吧？8年了，就是交往的时间。对，差不多交往的时间。陶喆有一件事很感人的，我觉得，你老婆说她跟你在一起8年，看到你的脸还会觉得很帅。你对着来宾的脸讲这种话，有礼貌吗？你超失礼的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我要，这样观众就跟着你一起看陶喆的脸，说对呀，他还会帅吗？这个我要解释。其实有时候那种帅不是看外表而已，是看我的内在。你自己笑的哦，不是我们。我跟你讲，这是真的，因为有时候，比如说他会看我穿某一种衣服，他就会说，哎。我记得有一次我穿了一套全黑色的运动服，对，然后我好像正要出去运动，跑步还干嘛？他说哇，你这个样子就很帅。我也会这样跟我老公讲哎。对啊。真的吗？因为我老公常穿
就是他常常奇装异服啊。对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所以他有时候因为麦克也是我好兄弟，他有时候确实是会穿一些我也会觉得说，哇，这个衣服好像是丝绸嘛，对不对？麦克很喜欢吃那种亮亮的那种丝绸，然后上面会有庙啊，或者是孔雀什么的之类的。然后有的时候他去要运动，他就会全黑了。我就说 baby， 他就说干嘛？我说你真的穿这样很帅，你以后常穿这样。对，因为我不能说他平常穿丝绸的时候好像太过分。对，我有时候看你先生穿衣服，就想说啊，行走中的歌剧院，就是这个人很华丽。可是 Penny 那个刚才拍的时候讲的第一件事情说睡前看恐怖片，对，然后你想要边玩手机边陪先生看，先生会指正你，他会很生气。所以先生是要求做每件事都要专注的人。我觉得他对于看电影特别有强迫症哎，然后他只要我看一下手机，他只要一瞄到就这样，你到底是要玩手机还是要看电影？然后我就会乖把它放起来，然后趁他不注意在看的时候，如果他在前面如果做一些伸展啊或什么，他还会特地这样转头看我，还有我们在玩手机耶，他很强迫症，因为他很怕你不追到剧情就投入不了这个电影。可是那个恐怖片我就不想看，我会做噩梦。要这样子讲。OK， 这个要稍微我要讲，我要澄清。第一个，这个就需要澄清。他因为这个东西这起源是，他有时候会说，你都不浪漫，为什么我们都不能两个人一起看一部电影？对呀，对，然后有时候我就会说，好，那今天刚好有一部电影，我说我希望你跟我一起看，因为这个电影其实蛮好的。然后结果他就说，好吧，一放，他就开始玩手机，然后睡着，就是整个睡觉。然后那个音乐如果有一点点，就是那种，他就觉得是鬼片，可能只是一个其实不是吗？可能只是文艺片而已。我懂，因为他根本没在看，他就在玩手机，然后一听到就鬼来，对，他就鬼来了。然后呢，他会说，你现在陪我走到房间里面去，他会这么怕哦。所以你们睡前看这个不会做噩梦吗？我一看我就做，所以我从此不看。他天天看，天天才跟我说他做噩梦，我就很生气。不能看喜剧片吗？对，我就说可不可以看一下喜剧片？我们俩不是很快乐吗？睡觉前很开心嘛，就硬要看那种很恐怖的。为什么要这样子，陶喆？你知道我昨天晚上看了一部在讲婚姻的一部电影，恐怖片，不是婚姻故事，对，而且你知道，那部超恐怖的，而且你知道吗？那个电影是有中文字幕嘛？然后因为他这样他可以看得懂嘛。然后呢，我不是说你英文不好，我只是说他就是说你英文不好，我就说要英文字幕。而且他刚才一开始是说他去美国念书，你还这样羞辱他。不是，真的加拿大不太一样，加拿大对 ，OK， 所以我就看之后，我就后面看，他就一直在传信息，我就后面说我不看了，因为其实我是为他看那部电影。就是啊，对，这件事有一点同意他，就是邀你一起看电影，结果你不专心看，我会觉得我会生气。怎么办？这题我们没有要站在你这边。那以后不要约我好了。OK。可是今天 Penny 的公信力在降低中间，因为他片头的时候在那边控诉说那个植物灯有多占位置，然后我的眼睛根本就被镜头前那个毛茸茸的东西那个熊，我想说他到底养了一个沙漠还是什么东西？对，结果是你的熊。没有，我想说可以陪我儿子玩。你的控诉，你的熊比他的灯大概大10倍吧？对啦，是啦，这是真的。那个熊根本大到在阳台上都放。没有，他在晒太阳，刚洗完。那个熊洗完了之后，因为它太大了嘛，不可能在洗衣机里面洗嘛。他在哪里洗？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洗，他们在哪里洗？他把它当做一个真的熊在那边洗，你知道？在浴缸里面帮他这样刷洗，对啊。洗完了之后放在阳台上晒了1个礼拜才会干，那外面的灰尘都在上面了，又脏了，那你也不可能再放进去嘛。所以他就一直放在那儿了。没有啊，去我儿子房间。他在外面好几天了啦，他每次在外面4、5天。我今天本来以为 Penny 稳赢的，可是我今天有点同情陶喆。就是 Penny 讲真的，因为你放在阳台，它真的吸灰尘哎，然后你要不要了呀。对啊，不是你根本没有，他要买的时候那天我就跟他讲不要买，那我就说好可爱，我就说不要买，就还是买回来。那你有生气吗？我没有生气啦，就受不了我样子。对，只是说啊 ，OK， 好吧。哎，真的，我还跟你讲一个，我这一次就是终于买到 U2 的票，看演唱会。然后他当然他不知道 U2 是谁嘛，
对，看到最后，然后我们大家都很兴奋，我们所有朋友都很兴奋。然后他最后看了一半就开始玩手机嘛，在演唱会的现场吗？现场在玩手机。他是玩游戏还是说跟没玩游戏？他就在看一些影片呐、等等啊。在 YouTube 的演唱会，对，在东京，在一个非常很棒的一个，旁边的人都很投入嘛。结果他居然问了我一个什么问题？他说：“等一下，他们会有 encore 吗？”很闲，是不是很怕他们有？他不是说他很兴奋，是等一下会有 encore，他不是他说等一下还会有 encore 吗？就还好，真的就一首歌，哇，他多开心啊，马上可以去吃烧肉了。可是他就不认识 YouTube 啊。对啊，所以以后就不要约你看演唱会。Penny 当时他邀你说我们去 YouTube 的演唱会的，你干嘛不跟他讲说我其实没有兴趣？可是我想说可以去日本玩就去一下吧。就演唱会熬一过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姐你也有在迷 YouTube 吗？我觉得 YouTube 很重要。天团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在场的女生真的是我那个年代，好不好？我们在场女生都我们没有，他是我前面一点，所以我没有。对啊，是啦，是前面一点了，也是我前面一点了。是你的，这是我的当代，是不是？好 ，OK， 也可以。可是我也懂陶喆的心情，希望带伴侣一起参加重要的时刻啊。对。哎，陶喆，你出场前，我们问他婚前有没有去过谁的演唱会，你知道吧？我们认识之前，你都没有看过任何人的演唱会嘛？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他刚刚讲了一个，他有看过。真的吗？我们本来讲了王力宏，他就说他没有去过王力宏的演唱会，然后他又加了一句话说他不是一个很爱去演唱会的人，然后接下来就讲了，可是他有去某人的演唱会，而且是买票去的。真的吗？你会为此而吃醋吗？是不会吃醋啊，只是说我真的好像不记得有这件事情。他去了周杰伦的演唱会。周杰伦。好，没关系。我们到底哪一集要让周杰伦休息啊？就是周杰伦自始至终都不能上厕所。可是我觉得你不知道这件事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为什么不跟他讲啊？我不知道，就好像没有聊到就对啊。还是说你骗他说你根本就是一个不看演唱会的人？我没有，我只好我们你在周杰伦的演唱会有没有滑手机？那时候好像没有那个啦，还是没有 iPhone 是不是？没有 iPhone 啦，只是没有什么好滑，没东西看。对，那时候对，没东西看。他刚出道的时候是不是？没内容。对。然后你自己的演唱会，他要常去吗？他都会去看啦，都会去看。你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？对，不会啊，我很享受，好不好？那你为什么婚前不去看他演唱会？就是小时候比较不懂啦。又小时候？对啊，不是，我是说我就是以前在你先生的演唱会，你有没有滑手机？我真的没有，不可能，全程都专注的。好，我有拍照啦，我有拍照片可以算吗？拍照不算，拍照 OK 啊。然后你有没有问他说，你这场有没有安扣啊？没有，不，我没有啦。那演唱会完了之后，他那么又辛苦可是又兴奋的状态，你会怎么知道安排他结束后要，比方说要吃宵夜呢，还是要帮他按摩？通常他的演唱会之后都已经会有一个庆功宴啊，然后就是大家就喝得很开心啊，这样全部工作人员大家一起这样子。他一定会喝到醉吗？对啊。他喝醉是不是也不会做什么太丢脸的事？他其实不会，他在外面都还蛮乖。他快喝醉的时候，他好像都会赶快回家，就是回到家再放松这样。他外面不太会。到家里的时候会吐吗？他不吐的他完全不吐。我们怎么会在讲他吐会不会吐这件事情？离题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节目常常研究奇怪的东西。讲你听不下去了是不是？不是，这个都是没有意义。OK， 我跟你讲，其实有一年真的演唱会，好，你看你们都没兴趣了吧？不是啦，我们觉得没有意义的事很好听嘛。对，我知道，不好意思，但这个也很有意义。被来宾指正我们在聊没有意义的事。想说怎么可能都不吐啦？对。啊，不吐很生气耶！对啊，你怎么做到的？我怎么做到的？我就是吐点很低，我的吐点很低。
真的。他真的很少吐。可是他真的有一次演唱会，他帮我安排了一个真的非常感人的一个庆功宴。你现在是要把故事导向到有意义的地方，是不是？确实是有意义啊。请说，请说。对对对，是什么局？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好像是在上海，在上海开完一场演唱会，然后结果很多朋友从很多地方其实去给我一个惊喜。有超过10个人吗？不止，真的蛮多人的，有30-40。结果30-40个人还可以瞒得住你，真的，而且我还要帮他们偷偷安排演唱会的票，然后他们坐在后面，不要让他看到。对对对，他跟公司串通这样子，然后我爸爸妈妈也去。对，真的非常感动，因为我完全不知道。都没有，是很辛苦，猜到很辛苦很辛苦。而那个时候好像是刚刚结婚没多久，就觉得其实他很会安排惊喜。请问当时你在想什么？就是你觉得刚结婚要让他，因为那时候正好是他的生日，就是给他留下一个就是比较特别的生日的回忆这样。所以是每一次生日你都要制造惊喜吗？几乎除了我怀孕那一年没有。这么累。所以每一年生日，你真的都被惊喜到哦。真的是，他真的很好骗。我不是很好骗，其实我是个，因为我是个疑，立刻反驳，我不是很好骗。我是个疑心很重的人，对。但是他真的策划的让你完全抓不到任何的那种马脚。你这个叙述语句，就听起来好像他要杀你一样。所以如果他真的要杀我的话，我也不会知道。就可能就一起来说，哎，我在哪里？哎，你帮我策划一下好不好？真的，你可以。所以你这样策划了几次生日？近5年是比较夸张的，是还有海外旅游啊或什么的。你很疯狂哎，一般人做1-2次就累了，就不再玩这个。因为一开始在家里旅游也是 surprise 吗？你是说醒来发现自己在海外吗？先给他注射麻醉针。那时候我帮他安排就是一个曼谷的旅游，然后我也是约了很多朋友，大概也有30-40个人，然后他也不知道，他本来都不知道。然后我因为几个月前我在约大家那个时间，然后就时间越到我越紧张，到最后真的压力太大了。有一天半夜，我就说 baby， 我跟你讲一件事情，其实我帮你安排一个生日4天3夜这样。然后他其实很开心很兴奋，然后我就说拜托你帮我好不好？我真的因为我想说大家班级都要错开，绝对不可以遇到嘛。就后来我跟他讲了，搞了半天，到最后全部都还是我自己用。跟他讲过没有任何帮助啊，就到最后还是我一个人在 arrange 所有的事情。所以桃子假装不知道，是每一次都不想要参与任何费力气的事情。所以你请他帮忙什么，他死不帮忙。我说，比如说，因为我 surprise 的地方是要 hotel 的楼上的那个 bar 嘛，然后我说，哎，这个是可以全部包场啊，然后要多少钱，大概怎样，然后每一天的餐厅啊，因为很多人一起去，人数这么多，餐厅一定都要先预定好，然后我就叫他帮我想办法，完全没理我啊。他当然不会想要帮你想办法，你要叫他把爸包下来。就你是希望他由他来定这些东西是不是？对，因为他其实就是对于很多事情我比较想不会那么远，但他是会深思熟虑的那种人，他就会想比较。那你干嘛不帮你老婆定啊？不是啦，因为那个我没有参与前期啦，对，而且我可能也在忙工作。他不喜欢半路接手别人做的事啊。对。可是我有问题，所以他包下任何东西或者什么旅途，那个费用是哪来的？是他出吗？你说 Penny 出来是说，还是你出？我们没有啊，我们就是一起。